清澈透明的生命之源，潜藏着置人于死地的阴暗。它让几百头牛离奇死亡，使刚出生的孩子面目畸形。淳朴的小镇居民被诊断出各种疾病，而正义却迟了太多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阴暗中的吹哨人。莫看前面平如镜，夜换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要讲起的案子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这起案件被改编成了电影《黑水》，由马克·鲁弗洛主演，于2019年上映。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黑水拍得非常写实、冷静，评分很高，很多人都认为它是2020年奥斯卡最大的遗珠。今天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还原这个跨越近70年，一位律师挑战世界第2大化工企业杜邦公司，为民众寻求正义的案件。杜邦是一家1802年诞生于美国的化学制品和销售公司。数据显示，杜邦公司2019年总收入859亿美元，员工9.8万人，在2019年世界500强中排名100名。经营内容涉及食品、家具、交通、服装等领域。作为一家全球前100的公司，它的产品可以说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不粘锅，很多家庭都用过。不粘锅的主要涂层是特氟龙，这点很多人也知道。但很多人并不清楚，特氟龙就是杜邦公司的一个商标名。材料本身叫聚四氟乙烯，它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加入全氟辛酸和全氟辛胺黄酸2种加工助剂，也就是 PFOA 和 PFOS。特氟龙最早是杜邦公司1938年无意中研发出来的。这种超级人工化合物有非常多的优点，耐高温、耐低温、不粘性、润滑性、电绝缘性等等，被称为塑料王。最初特氟龙是作为坦克的涂层出现的，慢慢的从国防领域迅速应用到各种民生领域。因为它的超级稳定，也造成了特氟龙的致命缺点：一旦被生产出来，将在自然界长久留存，难以降解，难以消灭，并在生产特氟龙时要使用 PFOA， 所有人对它都知之甚少。那么什么是 PFOA 呢？PFOA 是由 3M 公司发明的。1951年，杜邦开始从 3M 购买 PFOA 来生产特氟龙。PFOA 的用处是防止特氟龙等涂料在生产过程中结块。当时，相关部门并未将 PFOA 归类为有害物质，但 3M 向杜邦公司提交了处置这类化学物质的建议，焚化或送往化学废物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杜邦自己的规定则是不要将其倒入河流或下水道中。但是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为了节约成本，杜邦将含有 PFOA 的污水排入河流。与此同时，数十万人生活在杜邦排放的化学物品的河流附近。其实 3M 和杜邦公司已经在 PFOA 上进行秘密医学研究超过了40年，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清楚这将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后果。1961年，杜邦研究人员就发现 PFOA 会增加老鼠和兔子肝脏的大小。1962年，他们在对狗研究中再一次验证了这种结果。PFOA 独特的化学结构使得它无法正常代谢与降解。此外，它能够与血液中的血浆蛋白结合，并通过循环到达人体的各个角落。1970年，杜邦发现工厂工人血液中含有高浓度的 PFOA， 他们当时没有告诉环保局。1975年，杜邦自己做人体实验，将材料注入烟丝，派发香烟给工人抽。特氟龙生产线出现多名工人生病早逝的现象，死亡年龄在30岁到50岁不等。1981年，杜邦在其特氟龙部门对怀孕员工的孩子进行检查，在7个婴儿中有2个患有眼部缺陷，其中1名婴儿叫巴基贝利，只有1只眼睛、1个鼻孔，且没长在正确的位置。此时的杜邦仍然没有公开相关的信息。1991年，杜邦的科学家确定了饮用水中 PFOA 的浓度，内部阀值10亿分之1。但那一年，杜邦发现有一个地区的水源所含 PFOA 含量是阀值的3倍，信息还是没有公开。也就是说，杜邦早就了解到 PFOA 会带来的风险，但由于使用 PFOA 生产的产品每年为杜邦带来10亿美元的利润，很多改进措施都被杜邦公司上场驳回了。就是这样一家吃着人血馒头的世界巨头，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人们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痛苦，却毫不知情，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以一己之力对抗杜邦这个庞然大物。罗伯
福特·比罗特1965年生人，父亲是美国空军中校。比罗特从小在空军基地长大。1990年，26岁的比罗特法学博士毕业，就职于美国著名的塔夫托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为大型化工企业服务的律所。经过8年的努力，比罗特于1998年成功的成为了该公司的合伙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一天，比罗特接到了西弗吉尼亚州帕克斯堡一个诡异的诉讼案件。一个名叫特农的农民打来电话称，家里养了很多头牛，出现了许多离奇的症状后死亡。他怀疑和杜邦公司建在自己农场附近的一个垃圾填埋场有关，所以来找比罗特求救。但特农不知道的是，比罗特所在的律所主要的客户恰恰就是大型化工公司。比罗特本人也曾和杜邦的律师有过合作。要在平时，比罗特接到这样的电话，可能就挂掉了。但是这一次不太一样，特农的邻居正好是比罗特的姥姥。比罗特小时候还在那里玩过，碍于这层关系，比罗特约了对方见面。原来特农家4兄弟经营的农场有600多英亩，养了200多头牛。他的哥哥吉姆在80年代把自己的66英亩卖给了杜邦，后者建了垃圾填埋场，用于堆放工业垃圾。这个垃圾填埋场建好后，特农家的牛就开始表现异常，烦躁不安，看到人来就乱冲乱撞。此外还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症状。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153头。在特农带来的录像带里，比罗特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画面：一头牛背部隆起，应该是肾病变的症状；还有一头牛长了细长奇怪的尾巴，蹄子变形，眼睛变得猩红，走起路来像是醉汉一样摇摇晃晃。解剖画面上可以看到牛的牙齿是黑色的，心、肝、脏、膀胱的颜色也都变暗或者发绿。这些画面让比罗特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这会是一个大案子。对自己来说，这也是一个用专业经验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的机会。于是他当即决定接下了这个案子，但他的同事朋友却没人能理解他的做法。比罗特所在的律所就是为化工公司服务的，而不是告他们的。不过好在比罗特的上司特普支持他。1999年的夏天，比罗特正式起诉了杜邦公司。为了应诉，杜邦和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官员一起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杜邦对此事没有任何责任。牲畜的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和饲养不当。是特农不知道怎么养牛，要怪只能怪他自己。特农当然不服，这么明显的化学品中毒症状，非要说是营养不良、饲养不当，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而且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牛，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养？他每天都焦急地给比罗特打电话，比罗特已经竭尽全力，却一无所获。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比罗特偶然在杜邦给环保署的一封信中发现，杜邦提到那个垃圾填埋场里有一种叫做 PFOA 的物质。因为工作的关系，比罗特对各种化工物质非常熟悉，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过 PFOA 这个东西。美国的化工监管名单里也没有这个名字。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他才找到零星的记录，得知 PFOA 是全氟辛酸的简称。比罗特要求杜邦提供和 PFOA 相关的材料，但是杜邦拒绝了，于是他转而申请强制执行。杜邦无奈只能给他寄了几十箱毫无条理的文件，多达11万张，最早的可以追溯到50年代，其中有内部通信、体检报告和杜邦的科学家所做的各种机密研究报告。杜邦以为如此多的文件会难住比罗特，但接下来的几个月，比罗特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阅这些材料，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看完的人。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相就这样慢慢浮出了水面。PFOA 是一种难以降解并且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物质。杜邦的内部材料证实了他们对 PFOA 的危害完全知情，但一直秘而不宣。比罗特不敢相信杜邦竟然会做出这种事儿。有了这么多无可辩驳而且是杜邦自己提供的证据，案情就很清晰了。2000年8月，杜邦同意赔偿和解，比罗特的律所也收到了胜诉的酬金。这个案子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案了，但是比罗特一点都没有获胜的喜悦，相反的，他觉得很愤怒。他服务化工公司这么多年，可是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杜邦这样蓄意隐瞒如此严重的健康危害。PFOA 对牛造成的损害，他已经看到了。那么当地居住的10万居民呢？他们每天喝被污染的水，他们的身体有没有受到影响？他们的肝脏有没有变绿？比罗特觉得他还可以再做点什么。接下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出一份证明 PFOA 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材料。
整整972页，分别寄给了所有的监管机构，包括当时的美国环保署署长和相关部门。他的诉求限制 PFOA 的使用，为工厂附近的居民提供清洁水源。因为比洛特的举报，杜邦被环保署处以165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当时环保署有史以来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听起来好像很惊人，但其实这个金额只占 PFOA 给杜邦当年带来利润的2%。十分可敬的是，比洛特的做法得到了律所的大力支持。他的举报信都是用公司抬头的信纸寄出的，律所的客户都是化工公司，也就是说，塔夫托站在了自己客户的对立面。毫无疑问，这会对律所的业务造成影响。但比洛特的上司特普说，律所所有的合伙人都为比洛特感到骄傲。在发出举报信之后，比洛特又开始着手为那些饮用水受到杜邦公司污染的居民代理集体诉讼。比洛特的集体诉讼一开始想选择离杜邦公司最近的1-2个水区，但是后来发现有多达6个水区的 PFOA 含量都超过了杜邦内部的标准，有些地方甚至超标7倍。总共有7万人喝着毒水，有些人已经喝了几十年。2001年的8月，比洛特代表着7万人在西弗吉尼亚州提出了集体诉讼，官司一打就是3年。最终，杜邦提出和解，同意在受到影响的6个水区安装过滤装置，并付出7000万美元的赔偿。杜邦还同意花钱研究 PFOA 和任何病症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如果确实存在联系，杜邦愿意为受到影响的居民永久支付检查的费用。到了这一步，接受杜邦的条件看起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比洛特已经在这个案子上花了3年，其他什么都没干，公司也为此遭受了经济损失。现在回报来了，比洛特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律师费用，公司的损失得到了弥补，杜邦也将为当地社区提供干净的水。案件原本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作为一名律师的责任感告诉比洛特，受害者得到了赔偿，但还有更多的人并不知道 PFOA 可能带来的危害，事情不应该到此结束。比洛特想知道，饮用污水的居民血液里到底有没有 PFOA， 如果有的话，是否有害？如果有害，会造成怎样的伤害？于是，比洛特向杜邦公司提出对所有7万人做抽血检查，每个人在抽完血之后都能领到400美元的赔偿金，然后召集医学研究人员对这7万个样本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血液中 PFOA 含量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杜邦试图阻止，但无能为力，因为和解条款里有这样一条，就是要求杜邦出资支持这样的研究，并且费用不设上限。涉及7万个样本的研究不是一个小工程，花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很多，这一等就是6年，还是没有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比洛特承受了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6年里，律所也为案子支出了巨额的费用。如果最后研究人员不能找出能证明 PFOA 危害人体健康的证据，那这些钱就只能由律所自己买单。居民们也等不及了，不停地给比洛特打电话，告诉他又有人查出了癌症，又有家人去世了。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结果。包括特农也在这期间因为心脏病去世，2年后他的妻子因为癌症去世。很多人没有能够活着看着杜邦公司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的那一天，这让比洛特痛苦不已。在巨大的压力下，比洛特自己也出现了很多奇怪的身体症状，包括视力模糊、胳膊无力等等。终于熬到了2011年12月，研究有了结果。经过对这7万人的血液和身体状况做的研究，确认 PFOA 和肾病、睾丸癌、甲状腺病、高胆固醇、妊娠毒血症等许多疾病都可能存在联系。此时距离研究开始已经过去了7年多。得到消息的比洛特终于可以松了口气，有了这样的结论，那些生病的人就能有理有据地要求杜邦做出赔偿。截止到2015年的10月，一共有3535人对杜邦提出了人身伤害的诉讼。首批开庭的是5个案子，其中一个肾癌患者获得了杜邦160万美金的赔偿。此时的杜邦公司居然采取了一种非常卑劣的手段，杜邦选择和每一个受害者逐一打官司，按照1年4个案子的进度，官司将一直打到2890年。16年的死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杜邦拒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比洛特很愤怒。那些因此生病的人即将在等待中离去，
皇天不负有心人，比洛特16年的坚持得到了媒体的大量关注。杜邦公司迫于压力，最终向3535名居民赔付了6.7亿美元。杜邦也和美国环保署达成协议，停止 PFOA 的生产和使用。全球其他5家生产 PFOA 的公司也陆续停产。如今，通过饮用水、不粘锅涂层等途径，99%的世界人口身体里都含有 PFOA， 还有超过6万种未被审核的化学物质在被各种化工企业广泛使用。比洛特的战斗依旧没有停止。